史蒂夫和戴夫都订阅了1987。史蒂夫和戴夫都订阅了1987。你订阅了吗？我们今天要来聊 computer science， 这样翻译对吗？差不多。computer science， Computer Science 简称 CS。我想听英式怎么翻译。Computer。那法文呢 ？Science。我想听 computer。Ordinateur。法文的 Computer Science 是 l'informatique， 就是 information 那个字。为什么？资讯啊。你说电脑电脑的话，法文的电脑是 Ordinateur。所以今天这个系列叫做我想长知识，长知识了，长知识了没？我想长知识，我觉得很难卷舌。我想长知识，我想长姿势，我想长姿势，我想长姿势。你要念几遍？我想长姿势，念完了。好，所以 Computer Science 就是简称 CS， 在台湾我们都叫它什么？资讯工程。没错，资讯工程。这全名其实是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你的英文还不错。我也觉得，几乎都是这样翻。那我法文也还不错吧？安心熊。好，停止。那我们为什么要来聊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最近 Computer Science 其实是很夯的学科一个专业。如果你去网络上面搜寻 Top 10 Most Paid Jobs in the US 的话，你就会发现 Software Engineering 通常就是在前10名。就前10名通常会有像是精算师、牙医啊，或是小儿科医生，这些都是 Top 10 Most Paid Jobs。小儿科？小儿科医生。我以为是医美。医美好像不在 Top 10的那个。那你是 Top 还是 10？ 好。所以我们这集要来聊聊的是，一般大家觉得资讯工程学系在做什么事情，在学什么东西。如果你是想要踏入这个领域的，比如说你是高中生啊，或是国中生，你对这个领域有兴趣，或者是你是已经研究所了，或是社会人士，你想要多钻研这方面的知识，就跨族的话，都蛮适合看这部影片。我们没有打算用少少的几集就带过这个主题，毕竟我们自己其实就是学资讯工程，想在这个系列多琢磨一点。Computer Science 有很多不同的面向，不同的专业。那你知道我有几个面向吗？你有24个吧，跟比例一样。好，我们为了就是了解大家对于资工系的看法是什么，有特别做了一些街头采访。我们有聘请新闻特派员做街头采访。什么新闻特派员？我们看着就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特派记者 Steven。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认识一下一般民众对于资讯工程学系在学什么，在做什么东西，来做一个探访与了解。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跟你想象中的是否是一样呢？资工系一听起来就很会修电脑那我最近那个萤幕整个黑掉，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你是资工系的，那你应该很会修吧？能不能帮我修一下？拜托啦！资工系听说他们知道都是进台积电所以他们一定都是学怎么进台积电嘛。他们的课程都是就是那样啊。资工系当骇客啦！哎呀，你不要拍我啦！当骇客啦，就骇客啦。资工系资工系不是学设计的吗？那特派记者现在就带你直接来到资工系，问看看资讯工程学系的学生自己在做什么事情吧。疯狂的 coding， 每天都要熬夜写作业。云端AI 大数据简单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中路开大！打电动你这样问我很难回击。我是资工系的没错可是我也不知道我们系在干嘛，然后我现在是在尿尿啦。资工系，我只听过资讯系好的，谢谢我们新闻特派员。其实特派员还蛮帅的我也觉得还不错。而且他访问太多人了吧？但是路人也太可怜了，非常辛苦，在天气那么炎热，然后访问这么多人。
那路人都不会生气吗？路人。我以为现在大家都不想要被采访，那些人居然都同意耶，太厉害了吧！可见台湾是一个非常友善的地方。我也觉得台湾是一个很友善的地方。新闻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其实对资讯工程学系的了解是很有限的。我每次回家，只要有电脑有什么问题，我妈都觉得你大学不就学这个的吗？为什么我们家网络坏掉你不会修？真的。我是做韧体，不是做网络的。韧体，你提到关键字。好，我们这个系列下一集我们会来解释什么是韧体，好吗？所以我们就直接来深入的，就是大概啦，不是深入，大概看一下你想深入什么？资讯工程学系到底是在学哪些东西？所以，我们如果把国立台湾大学资讯工程学系的一些必修课程拿出来看的话呢，我们会发现，虽然这都是网络上公开资料啊，大家都可以查所有科系的必修课程。这些课纲其实每年都会有一些的变化，教授呢，他们都会开一个委员会去讨论课纲当中有没有需要增加的课程或是删减的课程。我觉得一直改课纲其实是对学生有一点麻烦，因为有一些课是新开的，然后就没有保护题。这个是以考试为导向的学生，在这边。如果我们拿最新，也就是现在大学1年级大一的新生，他们需要修的课程来看的话，有关基础科学的部分啊，就是有微积分、普物、普化、普生，还有线性代数跟几率。我们普物、普化、普生其实只要选一个就好。有一些人会觉得资工系就是数学系，其实我们的数学也是没有到高等微积分那么难啊。我们有线性代数，然后有几率。那时候离散是选修，但是几乎所有人都会修离散数学。对，所以其实数学还是蛮重要的。对于基础科学的部分，资工系的要求就是最重要就是数学。在这边我要郑重的跟大家说，如果你数学逻辑没有很好的话，真的不要轻易的选资讯工程系这个学门，它真的要学很多数学。当年的指考、数甲、低标，你知道低标是多低分吗？它最考是顶标、前标、均标、低标、底标那5个标，我是在低标。数甲哦，就很烂。我数学真的很烂，就是我很辛苦才毕业。可是还是有过。其实我大学欧趴了。很好啊，很好啊。就是硬要60分过就好。所以真的不要轻易的选。去数甲低标还可以选资讯工程学系，那你就知道我其他考的其实蛮好的。好，我不知道，我没有考指考。除了刚刚说的基础科学的课程，也就是刚刚那些数学课以外，我们还有专门电脑相关的课程嘛，像是大一上就会有 Computer Science。计算机程式设计、资料结构与演算法、演算法设计与分析、系统程式设计、作业系统、计算机组织。你们是叫计算机组织吗？还是计算机结构？我们的大学的课是计算机组织，然后研究所可以选修计算机结构，就是更难。然后还有计算机网络啊 ，Computer Networking。念太多了。就是列出来给大家知道大概是什么东西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都是跟电脑软体比较相关的，或是有一些偏韧体的，像是刚刚说的 computer architecture， 就是跟韧体比较有关系。它其实听起来是硬体，可是它是在学 CPU 的，就是那些 MIPS 或是现在学生学的必修啊，几乎是纯软的，然后还有一些韧体，因为 OS 也算是软的。这我们以后如果探讨软体、韧体跟硬体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反正有一些就是有点软、有点硬、有点韧，没有绝对。又软又硬的那些就是韧，介于软跟硬之间。但是必修课程之所以是必修课程，非常基础的知识跟概念，我们其实学到更深入的知识是在一些选修课程，你同意吗？可是很怕你不同意。我们到现在都用不到普物啊，我真的不知道修普物干嘛。你在修数位电子电路的时候不会用到普物的知识？因为我没有修过普物，我不知道。其实我要说的是，就是选修课程当中才是真正你可以去，像刚刚说的，因为 computer science 它有很多不同的 subdomain， 次 domain 里面。次 domain 里面，像是我有修过一些选修课，我觉得都还蛮有趣的，像是自然语言处理。自然语言，对，自然语言有数学语言吗？国文语言、艺术语言。自然语言 （natural language） 其实是指人类在用这些语言，叫自然。我们在写的电脑程式语言就是非自然，规定很明确的 syntax。我突然想要问一下，为什么台大的资工系要叫资讯系？根据一些教授讲法啦，我们是想要强调资讯这个事情，而不是想要强调工程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才会独立出来啊，变成一个电资学院。所以一般你们的职称会叫什么？资讯师还是工程师？会叫工程师。那你们在坚持什么？不满。你们刚刚访问的最后一个人就很坚持啊，不知道在坚持什么。我们的全名还是资讯工程系啊，只是在缩写的时候，我们想要强调资讯这件事情。全台湾就走你们那边资讯。对，我没有听过。
打架。这个系列很多集可以讲。刚刚说的就是选修课程啊，像是资料库、自然语言处理、人工智慧、机器学习。我觉得你这样念完真的，深度学习，我们可以上字卡在这边。为什么我要学这么无聊的东西？选修就是你不一定要修啊，你要找你有兴趣的去修啊。像有人觉得他对 multimedia 有兴趣，他就会去修 MMAI。Multimedia 听起来很像什么连什么发什么课，哦，那是 Media Tech。很像吗 Multimedia 是多媒体，但我们就有多媒体检索。 ？Multimedia Tech 就是很多个联发科。如果你对多媒体有兴趣的话，你还可以修 Digital Image Synthesis 这些选修课程呢，会跟你未来选出路、专题研究，或是之后研究所研究方向都会很有关。因为你可以透过这些选修课程去 explore 你的 interest， 去探索你的兴趣在哪里。研究所这一块，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再另外详细跟大家说明，念资工系它到底要不要念研究所？哦。到底有没有需要念研究所，或者是你们想要知道准备研究所考试需要上什么课，或者是需要准备什么？我没有考试过，可能你来讲会比较合适，你有考试。嗯，所以如果你修完这整个资讯工程学系相关课程必修跟一些选修，因为你不可能不选选修啊，会毕不了业。选完这些课程之后，你未来可以做什么事情？要看你的专长在哪里。我要澄清一下，其实资工系没有教任何的剪片技术。我看很多人都是自学。我发现我们一直都没有介绍过有松。可是你在长姿势，你要介绍有松干嘛？有松，他是有松，他是我们的儿子。你为什么要在长姿势的影片里面介绍儿子？这也算是一个小知识。好，他是念资工系。那你要我认真讲，还是我们要来介绍有松？我们介绍完。好，有松，拜拜。总结而言呢，我觉得念资工系先决条件是你要对资讯工程有兴趣，数学跟逻辑不能差，因为你会很痛苦。对，逻辑要好。数学的话是因为有很多钻研的地方会需要用到数学，像是如果你要钻研 machine learning 或是 deep learning、AI， 对，大数据云端。对，其实很多工作都会用到数学，对数学是完全没有兴趣那种，不建议念资讯工程学系。我觉得其实，在工作的时候比较还好，可是考试真的是考很多数学。没有，那是你的工作刚好没有很多数学，很多工作其实很需要数学的。因为我现在是韧体工程师，比较少碰到数学，我觉得还蛮舒服。还不错。所以我们之后可能会再做一些针对性的介绍嘛。你们想要知道更多详细的东西吗？在底下留言给我们，我们就会朝那个方向去做下一集。比如说我们常听到的什么是前端啊，什么是后端工程师，什么是全端工程师啊，然后什么是软体，什么是韧体，什么是硬体。另外就是我觉得英文其实也蛮重要的，因为有很多英文超重要，尤其是念研究所的。为什么？写论文通常都是写英文。是啊，可是其实很多台湾的一些大学是没有要求要写英文的论文。可是你要查很多资料，几乎都是。对，这是我想讲的。但我觉得，比如说欧洲国家，他们也可能是用英文在讨论东西，英文的资料一定是很多的。所以英文重要的点其实是在于你找资料的时候、看书的时候，有很多时候都是英文，所以你英文不能够太差或是没兴趣，不然的话你很难继续读下去。我们真的是反招生。我们一定要讲清楚，就是读资讯工程学系有兴趣之外，你还要知道你哪些科目很重要啊。那你觉得你学生生涯里面最喜欢的科目是什么？很难的，每一个阶段不一样吧。问你。体育课。好。所以跳再抓一点。那资工系会修电脑吗？我抓痒。所以资工系会不会修电脑呢？不会。你这样是不是太偏颇了？就是会修电脑的都是自己有兴趣去学的。会不会修电脑跟你是不是资工系的学生其实是独立事件。我们只是比较常用电脑，就像是你说一个可能他是电影系啊、电视学系啊，他们也不会修摄影机，好吧？对。所以我们主要是着重于软体，但也会有韧体跟一些一体课程，这是资讯工程学系在做的事情。我觉得真的是招不到生。还有什么迷思要？有什么迷思在底下留言给我们。如果没有被按到爱心的，这次在下面留言，我帮你每一个都按爱心。所以如果你对资讯工程学系还有什么地方想要了解的，或是你觉得大家误会了什么，有什么迷思，你都可以留言给我们，然后我们再来解释一些东西。干嘛？
那有人说资工系很宅，你怎么看？真的很宅，没有吧？是大部分啦。大部分是很宅，没错，因为我们需要花很多时间在电脑前面。还是有很多很阳光的、像是一直去打球，或者户外踏踏青、爬山、涉水那种。可是我觉得以比例来说，是真的跟别的系比起来，但不是绝对嘛？不是绝对。那资工系的很爱打电动吗？以我的观察是有了，因为其实资工系你可以写游戏，但是你不一定是写游戏，所以我觉得会比较多人是因为在进资工系之前，他们的理想可能是我好想写游戏哦。其实我觉得也是独立事件的，就是你爱不爱打游戏，跟你爱不爱写游戏，那完全就是不一样的事情啊。可能是当初就是想要写游戏，因为你很爱玩游戏，是有，所以你才选了资讯工程系，想要写游戏，所以它其实是真的看起来会比别的系的比例会更多一些，还蛮正常的现象。有可能。所以如果你是资讯工程学系学生呢，你可以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你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叔叔伯伯、婶婶跟阿姨，告诉他们你在做什么事情，你在学什么东西，就不用再回答他们的问题。他们每问一次，你就丢一次链接给他们，这样子我们顺便可以冲一下那个观看次数。所以喜欢影片的话，记得要按赞、订阅、开启你的小铃铛。分享，有什么问题都在下面留言。没错，我们都会尽量回复每一则留言。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桃摸听，一天到桃摸一天。这些知道前端、前端、中端、后端、后端过的节日是什么吗？端午节啊！你要从剪掉。那你讲干嘛？很无聊哎。讲。